Hello， 大家好。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在最近的房地产市场评估中表示，多伦多房地产市场总体处于高度脆弱状态。由于是联邦机构，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对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一直是小骂大帮忙。在去年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他们就说加拿大的房价可能会下跌 9% 到 18%，导致加拿大政府连口罩都顾不上买，就赶紧对房产市场一通下猛药。另外呢，加拿大央行行长的言论对加拿大房地产市场投机者的行为一直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最终推动了火爆的房产市场。这次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把多伦多列为加拿大房地产市场过热最严重的城市。他们认为温哥华、蒙特利尔的房产市场要稍微好于多伦多。多伦多的房产泡沫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租赁市场的房源过剩和高房价同时并存，再加上距离开征空置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因此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认为多伦多正处于房产泡沫之中。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调查数据发现，多伦多大约 40% 的公寓投资者的现金流量为负数，尤其是目前投资多伦多公寓的买家，因为找不到租客，可能每个月都会有数百加元甚至上千加元的损失。此外，加拿大住房和贷款公司还认为房产市场过热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尽管加拿大统计局还没有公布最新的城市人口外逃数据，但很明显可以看出，多伦多、温哥华和蒙特利尔三大城市的人口外逃问题正在加剧，所以这也是导致各地区小城镇房价上涨速度最快的原因。因为卖家和买家都预计房价将会继续上涨，刚需和投资者都害怕错过机会，加速了房产市场泡沫化，而且还带来了近10年来最高的抵押贷款疯狂举债。推高房产需求最大的原因就是飙升的房价，很多购房者担心错过机会，现在就采取行动，再加上远程办公、史上最低抵押贷款利率和郊区更容易负担的房价，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加拿大的房地产市场从未出现目前这么严重的过热。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来看，联邦政府很有可能在4月19号发布的联邦预算中出台房产市场降温政策。蒙特利尔银行警告说，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对住房市场抡起锤子。上周，蒙特利尔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罗伯特·卡维奇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说，根据目前的房产市场，加拿大的决策者可能很难袖手旁观，因为房价不仅在最大的市场异常火爆，而且在很多偏远地区也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他们就像1年前抢购手指一样，正在疯狂购买房屋、农村物业。有些地区的价格上涨了1/3，而且呢，这不是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而是从去年年末的水平。当前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能阻止这种势头，毕竟我们被央行一再告知利率不会变动。因此蒙特利尔银行的报告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下，政策制定者极有可能对住房市场抡起锤子。之前皇家银行也发出过类似的警告。一提到降温措施，很多机构就会提出政府应该增加住房供应，但必须说一下，增加住房供应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因此呢，这个解决不了当前加拿大房产市场过热的问题。增加住房供应没有5到10年以上的规划，完全不会影响到加拿大的房产市场。从政治正确来说，政府的降温措施应该会瞄准那些投资者，也就是炒房的人，而不是首次购房者。这些政策包括征收资本利得税，或者是为投资房制定更加严格的抵押贷款规定，比如提高投资房的首付比例，降低再抵押融资的上限等等。因此呢，我建议在这段时间准备买房的人还是要密切关注政策动向。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经济、房产资讯，欢迎订阅，谢谢观看，再见。